他躲过了漠北蛮族最锋利的冷箭，躲过了江南张士诚最疯狂的围剿，却最终没有躲过来自大明宫廷的一碗御赐汤药。公元1384年，开国名将李文忠暴卒。随着他的倒下，那位诊治的太医随即被斩，家属流放，一切真相被权力的黑布死死盖住。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手握重兵的开国元勋，为何会因为太完美而走向毁灭？在大明权力的棋盘上，究竟有没有可能让一个人既做听话的外甥，又做清醒的儒将？带着这个带血的谜题，今天我想和你聊聊大明开国诸将中那个面容最清秀，手段却最凛冽的错位战神李文忠。如果我们试着拨开历史那层厚重的尘埃，在明初开国功臣那张略显狰狞与粗粝的群像谱系中寻找他，会发现一种极其突兀的违和感。在徐达的温厚深沉，常遇春的嗜杀狂飙，蓝玉的骄横跋扈之间，李文忠像是一尊被错置的雕像。后世留存的画像里，他面容清癯，甚至带有一种文弱的书卷气，完全不像是一个策马漠北、饮血瀚海的修罗。然而，正是这种儒与将的撕裂感，构成了他悲剧性与传奇性交织的一生。他不仅仅是朱元璋的亲外甥，更是大明王朝在莽气未脱之时，试图向文明秩序靠拢的一次带血的尝试。他的一生始于乱世的溃败，终于皇权的猜忌，中间则是长达30年的金戈铁马。要读懂李文忠，不能仅看战功，更要看他在那个即将窒息的元朝末年，是如何被命运的巨手硬生生地从书堆旁拽到了尸山血海之中。公元1352年的怀佑大地，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黄色。这是元顺帝至正12年，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年份已经失去了计时的意义，它只代表着饥饿、瘟疫和无休止的死亡。淮河两岸，饿殍遍野，枯骨如新。在这场席卷中原的大瘟疫与大饥荒中，四周盱眙的一个普通农舍里，死亡的阴影正悄然降临。这里是李家，男主人叫李真，一个忠厚隐忍的汉子，而他的妻子朱氏，则是那个后来震烁古今的洪武大帝朱元璋的二姐。但在当时，她只是一个在绝望中看着存粮耗尽的母亲。12岁的李文忠此时名叫李宝儿，正瑟缩在床榻边，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生命力随着呼吸一点点流逝。朱氏在这个寒冷的春天病逝了，她的死斩断了李家在这个村落最后的牵挂，也将年幼的李文忠推向了流亡的深渊。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都是分水岭，红巾军的烈火已经燎原，大元帝国的丧钟敲响，而对于12岁的李文忠来说，世界崩塌成了脚下那条不知通向何方的逃荒路。父亲李真带着他汇入了那条由饥民组成的灰色河流，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流浪。在淮地贫瘠的荒原上，李文忠的童年戛然而止。为了生存，他必须学会在死人堆里翻找食物，学会躲避援军的游骑和乱兵的刀锋。这种极度的苦难往往会塑造出两种人，一种是被生活压垮的懦夫，另一种则是对生命有着极度冷酷认知的强者。李文忠属于后者，但他的强悍外表包裹着一层由父亲教导出来的温良。李真虽是乡野之人，却极其重视德行，在逃亡路上依然教导儿子做人的道理。这种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秩序感，成为了李文忠日后区别于其他草莽英雄的精神底色。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年后，经过无数次的打探与死里逃生，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父子二人
终于在滁州城下见到了那个已经是一方诸侯的舅舅朱元璋。那一刻的场景，史书只有寥寥数语，但我们不妨在脑海中还原那个镜头：城楼上旌旗猎猎，战马嘶鸣，身披重甲，目光如炬的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两个面黄肌瘦，几乎辨认不出人形的亲人，这位铁石心肠的枭雄也不禁泪如雨下。这不仅仅是一次亲人的重逢，更是一次政治身份的重塑。此时的朱元璋膝下荒凉，尚未有子嗣，极度渴望亲情的慰藉，同时也需要培养绝对忠诚的嫡系血脉。于是一个决定改变了李文忠的一生，朱元璋将他收为养子，赐姓朱。从此须臾少年李宝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朱文忠。这个名字赋予了他无上的荣耀，也给他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在这个新的阵营里，他不再是外人，而是少主，是未来权力的潜在继承者之一。这种身份的错位，让他在享受资源的同时，也必须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在朱元璋的军营里，李文忠显得格格不入。周围的将领如汤和、徐达等人虽然勇猛，大多是没读过书的粗人，言语粗鄙，行事鲁莽。而朱元璋却特意为这个外甥严请大儒，叫他读《春秋》《左传》，研习兵法韬略。朱元璋的野心在此时已昭然若揭，他不仅需要能砍人的刀，更需要能治国的帅。他要把李文忠打造成一个标杆，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完人。李文忠没有辜负舅舅的期望，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书本中的智慧。当同龄的穆英还在练习如何挥刀更有力时，李文忠已经在思考地形、补给与士气的关系了。这种知性的觉醒，让他日后的指挥风格带有一种精密计算后的冷静，而非单纯的血勇。乱世没有给李文忠太多在书斋中沉吟的时间。公元1357年，19岁的李文忠迎来了他的冠礼，不是在宗庙，而是在战场。此时朱元璋的势力正在向江南扩张，与盘踞在东南的劲敌张士诚发生剧烈碰撞。池州这座长江南岸的重镇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这是李文忠的出战，他以舍人的身份率领亲军支援池州。对于一个从未真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老将们怀疑的目光如芒在背，但李文忠很快就用战果证明了自己。他没有选择常规的正面硬汉，而是敏锐洞察战机，先破赵普胜于池州，继而如狂风扫落叶般连克四县。这一战不仅打出了军威，更让他与邓禹、胡大海等名将并肩，由徽州长驱直入浙江，夺取建德、延州。自此，年仅20岁的李文忠升任亲军都指挥，坐镇延州，正式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延州不仅是荣耀之地，更是四战之地。盘踞在苏州的张士诚对这块肥肉垂涎3尺，屡次进犯。李文忠在此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战术素养。面对张士诚的围攻，他不再是那个只知冲杀的少年，而是一位精于计算的棋手。他一面亲率主力在东门正面硬抗，一面暗遣骑兵出小北门，抄小路直插敌军后背。两军夹击之下，张士诚军心大溃。此后，无论是大浪滩的遭遇战，还是三溪的据点争夺，李文忠每战必身先士卒，甚至阵斩敌军元帅，焚毁敌垒。经此数役，张士诚被打得胆寒，从此不敢正眼窥视延州。在经略江浙的岁月里，李文忠不仅有雷霆手段，更有菩萨心肠。
胡大海曾俘获陈友谅部下李明道、王汉二，送至李文忠帐下。众将皆曰可杀，李文忠却亲解其父，以礼相待，更用这份诚意感化二人，招降了建昌守将王普。这种攻心未伤的如率风范，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但命运总爱在人最顺遂时降下考验。公元1362年，苗兵叛乱，金华、处州相继失守，名将胡大海、耿在成惨遭杀害，浙东局势瞬间崩坏。此时张士诚趁火打劫，发兵10万围攻朱权（今浙江诸暨）。守将谢载兴一日数次告急，而李文忠手中兵力捉襟见肘。危急关头，李文忠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心理战。他扬言徐达、邵荣的大军即日将至，以此震慑敌胆，暗中则命胡德己率敢死队夜半开门突袭。张士诚军本就心虚，被这虚实结合的一击彻底击溃，狼狈奔逃。朱权之围虽解，但这短暂的胜利并没有让江浙的战火熄灭，反而像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张士诚绝不甘心被这位年轻后生戏耍，他蛰伏3年，积蓄了足以吞噬一切的力量，准备发起一场旨在彻底毁灭江浙明军的复仇狂潮。公元1365年，张士诚孤注一掷，派其弟李伯升率领整整20万大军压境新城。黑云压城，众将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皆建议固守待援。李文忠却按剑而立，冷冷说道：“兵贵神速，用兵在谋不在众。”次日清晨，大雾弥漫，天地混沌。李文忠召集诸将，仰天起誓：国家之事在此一举，我若贪生退缩，死于3军之后。事毕，他命左右2军侧翼牵制，自己则亲率中军精锐冲入那片浓得化不开的白雾之中。战场上能见度极低，只有兵器碰撞的火花和战马的嘶鸣。李文忠横握长矛，如同幽灵般从高处冲下，直插敌军中间。20万敌军在迷雾中不知明军虚实，被这支仿佛从天而降的骑兵队冲乱了阵脚。李文忠在乱军中往来冲突，银甲染成了血红，亲手格杀数人。当迷雾散去，明军后续部队乘势掩杀，新城守军亦开门夹击。此役，李文忠斩首数万级，溪水为之断流，尽城血色，俘获将领600，士卒3000。20万大军，仅李伯升一人单骑逃脱。捷报传至武昌，朱元璋大喜过望，特赐御医名马，将这位外甥视作天赐的破阵之锥。第2年，明军对张士诚发起总攻，李文忠势如破竹，连克桐庐、阜阳，兵临杭州城下。面对守将谢武，那个叛将谢载兴的亲弟弟，众将皆怒目圆睁，欲杀之而后快。李文忠却力排众议，许诺不杀，纳其投降，以一人的宽容避免了满城的流血。随后他兵不血刃拿下杭州。入城之日，守将潘元明以歌伎相迎，试图腐蚀这位年轻统帅。李文忠看都没看一眼，直接下令大军驻扎城楼，并颁布了严苛的军令，擅入民居者死。一名士兵仅因借用民家吹锅，便被斩首示众。在这个乱世的黄昏，杭州城竟因这位杀神的到来而享有了难得的井然有序。杭州的平定，为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宏大棋局画上了最后一个完美的句点。随着南方半壁江山的尘埃落定，那个属于草莽英雄的旧时代终于彻底沉入历史的长河，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即将在金陵升起的崭新红日。
公元1368年，金陵城头的龙旗迎着浩荡的江风猎猎作响，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国号大明。伴随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启，历史的叙事逻辑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对于在这个新帝国中位极人臣的将领们而言，权力的游戏规则已从如何打下天下转变为如何在天下活下去。就在这一年，朱元璋下达了一道意味深长的旨意，命养子朱文忠恢复本姓，重归李氏宗谱。表面上看，这是皇帝体恤功臣，让其认祖归宗的恩典，但在这温情脉脉的政治表象之下，却涌动着皇权确立后冷酷的排他性。那个曾经代表着亲缘与继承隐喻的朱文忠必须死去，只有作为纯粹臣子的李文忠才能在新的政治版图里找到安全的位置。从此，他彻底剥离了少主的耀眼光环，重新成为了那个盱眙农家的儿子。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大将。这种身份的剥离并没有让李文忠感到失落，反而让他卸下了一种无形的枷锁。因为属于他的真正舞台不在金碧辉煌的朝堂，而在黄沙漫天的北地。大明虽然建国，但元顺帝只是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回了草原。北元的军事机器依然庞大，蒙古轻骑随时可能南下饮马黄河。要彻底拔除这个帝国的心腹之患，必须有人提着脑袋深入那片大明军队从未涉足的苍茫瀚海。恰在此时，明军阵营发生了一场堪称地震的变故。常胜将军常遇春在北伐途中暴卒，这突如其来的陨落让明军的北方战线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武力真空。朱元璋的目光穿过满朝文武，最终落在了外甥李文忠的身上。如果说徐达是明军的大脑，负责运筹帷幄，那么常遇春曾是那柄无坚不摧的利刃。现在，这柄沾满北元鲜血的利刃被交到了李文忠的手中。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权力交接，这是一场以命相搏的豪赌。北方大漠与江南水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世界，这里没有可以依托的城池，没有舟楫之力，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瞬息万变的气候和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李文忠接替常遇春，出任偏将军，配合徐达进行北伐。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术风格。过去在江南，他像个义气的高手，讲究布局与攻心，但在广袤的草原上，他逼迫自己变成一头隐忍而极具爆发力的头狼。他深知，面对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铁骑，传统的步步为营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比敌人跑得更快，比敌人更敢于在绝境中亮剑。历史的镜头推进到公元1370年，这是李文忠军事生涯中最为璀璨，也最具有古典史诗感的一年。大明王朝发动了旨在彻底摧毁北元政权的第二次北伐。李文忠独当一面，统领10万大军出居庸关，直指大漠。此时，一个震撼天下的消息传来，元顺帝在应昌病死。北元朝廷陷入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与极度的恐慌之中。对于军事统帅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应昌远在漠北深处，孤军深入，一旦粮草断绝或迷失方向，这10万大军就会化为戈壁滩上的白骨。在那个狂风怒号的塞外之夜，中军大帐内的烛火摇曳不定，众将面面相觑，皆有退意。但李文忠的眼神却亮得惊人，他骨子里的那份儒将的理性，在此刻转化为一种极度精准的疯狂计算。他力排众议，
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抛弃辎重，选拔精锐骑兵，带上仅够数日的干粮，进行一场不留退路的千里奔袭。这不是去打仗，这是去赌命。这是一场近乎非人类的急行军。大漠的烈日能将人的血液烤干，夜晚的寒风又如利刃般割裂肌肤。李文忠和他的士兵们昼夜不息地在马背上颠簸，战马倒下了就换一匹，人若是撑不住掉队，便只能永远留在荒野。在这支如同幽灵般的骑兵队伍前方，李文忠始终冲在最前列。他的嘴唇干裂渗血，原本清秀的脸庞被风沙吹打得如同粗砺的岩石。但他不能停，他知道一旦停下，这支疲惫之师的最后一口气就会泄掉。奇迹往往诞生于对极限的突破。当李文忠的明军铁骑如同从地底钻出一般，突然出现在应昌城下时，北原的王公贵族们甚至还没有从顺帝驾崩的悲痛中回过神来。黎明破晓前的那一刻，天地间还笼罩着青灰色的冷雾。李文忠拔出腰间长剑，没有震天的战鼓，只有冰冷的杀意。他一字一顿地下达了冲锋的军令。明军的铁骑如决堤的黑色洪流，瞬间撕裂了应昌的防御。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屠戮，被恐惧和震惊夺去心智的蒙古守军四散溃逃。镜头在这个瞬间仿佛被无限放慢，战马越过倒塌的毡帐，马刀在晨光中划出一道道致命的银弧，残存的积水被鲜血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北原的皇亲国戚在明军的铁蹄下哀嚎奔走。李文忠勒马立于乱军之中，他的目光越过尸山血海，死死锁定了那顶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金顶大帐。此役，李文忠擒获了元顺帝的嫡孙以及后妃、诸王、百官等数千人。更为关键的是，他缴获了元朝的玉玺、金宝和成吉思汗传下来的玉符。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这些冰冷的器物代表着游牧民族对中原长达100年的法统统治。当李文忠握住那方玉玺时，他不仅是在宣告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在亲手终结一个旧的时代，为大明王朝的法统证明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捷报传回南京，举国沸腾，朱元璋激动得不能自已，将这场胜利比作汉代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年仅31岁的李文忠，因功被封为曹国公，达到了武将所能企及的权力与荣耀的顶峰。可大漠的悲剧性在于，他永远无法被真正征服。风沙很快就会掩盖血迹，新的野草会在来年春天重新长出。就在应昌大捷的2年后，李文忠迎来了他人生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场战役——岭北之战。北元并没有因为应昌的覆灭而彻底消亡。为了彻底拔除这个帝国的心腹之患，朱元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3次北伐，兵分3路，15万大军深入大漠。徐达统领中路直捣和林，李文忠则以左副将军之职统领东路军出居庸关。这是一场深入蒙古人绝对主场的死亡远征。一开始，李文忠的东路军势如破竹，他们跨越了卢渠河，经克鲁伦河，一路狂飙突进。为了追击北元残部，李文忠再次展现了他那孤注一掷的战术风格。他命部将韩正留守辎重，自己则亲率大军，每人仅带20日干粮，如同一把轻灵的匕首，迅速刺向土腊河。这一次，挡在他面前的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北元太师率领的主力大军。在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两军迎头相撞。
北元利用兵力优势，指挥蒙古骑兵如黑色的海潮般反卷而来。惨烈的战斗中，李文忠的坐骑被流矢射中，轰然倒地。主帅落马，在战场上往往意味着军心的崩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文忠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悍勇。他从死马下挣扎而出，手持利刃，徒步站在了最前线，与冲上来的蒙古骑兵展开了血肉模糊的肉搏。指挥使李荣见状，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背，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主帅，自己则夺乘敌马死战。李文忠重获战马，更是殊死冲杀，终于将北元防线撕裂，俘获敌兵数以万计。然而战斗远未结束，败退的敌军在称海重新集结，企图反扑。此时明军已是强弩之末，李文忠展现出了一代名将的冷静与狡黠。他下令收兵据险，杀牛犒劳士兵，并故意将俘获的马匹全部释放野外。敌军见状，已有伏兵，不敢贸然进攻，最终缓缓撤去。撤退的道路是一场更为漫长的折磨。大军在归途中迷失了旧路，行至中途，水源断绝，戈壁滩上烈日如焚，将士们口渴难耐，濒临绝境。10载，李文忠当众跪地向天祈祷。或许是他的诚意感动了上苍，战马刨地之处竟有泉水涌出，三军得以解渴，士气大振，杀声祭天后班师回朝。岭北之战，中路大军统帅徐达遭遇了罕见的惨败，唯有李文忠的东路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斩获颇丰，勉强保住了大明军队的颜面。当李文忠带着残存的军队回到关内时，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统帅了。漠北的风霜在他的灵魂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那标志性的冷静中多了一份深沉的悲凉。然而，对于李文忠而言，外部敌人的刀剑虽然致命，但大都是鸣枪。当他带着满身伤痕与无上的战功回到南京城时，他即将面对的将是一个比漠北风雪更冷酷，比蒙古铁骑更难测的战场。那是大明洪武初年，那张由他亲舅舅朱元璋亲手编织的，足以绞杀一切开国功臣的政治罗网。在这个不需要战神的和平年代，他这位功高震主、血统特殊的曹国公，该如何安放自己那颗依然跳动着文人良知的灵魂？此时的他已位极人臣，身兼大都督府左都督与国子监祭酒，这是一种极其罕见且危险的权力配置，一手握着帝国的兵符，一手掌控着天下的士子。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封建王朝，这种文武双全的权重往往就是取死之道，更何况他的头顶上坐着的是那个疑心病日益深重的洪武大帝朱元璋。这一时期的李文忠试图在朝堂上扮演一个缓冲者的角色，他在府中开设礼贤馆，广纳天下名士，与其谈古论今。这并非是为了结党营私，而是源于他骨子里那份对文明秩序的向往。他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极其厌恶粗鄙与滥杀，他希望用儒家的温良去中和那个正在急速硬化、冷酷化的国家机器。然而，这种努力在朱元璋看来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在皇帝的棋盘上，武将只能是听话的猎犬，文臣只能是记账的工具，绝不允许有人试图跨越这两条线，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政治意志的完人。李文忠的完美成了他的原罪。风暴的中心终于在公元1380年彻底爆发了，这就是历史上震烁古今的胡惟庸案。这不仅仅是一桩案件，它更像是一场巨大的海啸，瞬间吞噬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的理由不容置疑，擅权、枉法、谋叛。但他想要的显然不止于此。案情被有意扩大，牵连被捕者多达数万。那段时间，南京城的街头每天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囚车滚滚碾过路面的声音。秦淮河的水甚至都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而在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昔日的战友同袍在恐惧中瑟瑟发抖，为了自保，像野兽一样互相攀咬。就在这片道德沦丧的废墟之中，李文忠选择了站出来。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近乎愚蠢的正直。事实上，这并非他第一次触怒龙颜。此前，他曾2次上书，劝太祖不要征讨日本，以免劳民伤财；劝太祖不要依赖宦官，甚至直言批评皇帝刑罚太苛。结果呢？这2份奏章如同石沉大海，被朱元璋冷冷地束之高阁。但这一次不同了。眼见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株连甚广，李文忠深知，若再沉默，丢掉的不只是民心，更是国本。他决定进行人生中第3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死谏。那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深夜。李文忠彻夜未眠，他端坐在书案前，笔锋在纸上微微颤抖，最终化为一行行泣血的文字。写罢奏章，他静坐等待上朝。临行前，他将夫人唤至身前，那种语气仿佛是在交代后事。他对夫人说，若我一去不回，你定要训教好孩子，待其成人，务必为国出力。言毕，夫妻2人泣别。李文忠整理衣冠，步履决绝地走向了那个足以吞噬一切的地方——奉天殿。朝堂之上，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李文忠递上奏章，朱元璋展开预览。起初，皇帝面色尚平，但当读到那句“叛臣贼子，定诛无忧，唯锻炼贪污，滥杀无辜，人不自安，伤国元气”，读到此处，龙颜瞬间变色。朱元璋猛地从龙椅上站起，将奏章狠狠掷在地上，指着李文忠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喝：“李文忠，你小子胆大包天，一派胡言乱语！朕斩决叛逆，是替万世拔除祸根，这与你何干？”面对帝王的雷霆之怒，李文忠毫无惧色。他挺直脊梁，声音朗朗地回击道：“陛下杀尽功臣宿将，一旦边疆有警，或内有叛乱，那时谁来为国效力疆场？愿陛下三思。”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朱元璋。皇帝的声音里透着阴冷的杀气：“李文忠，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好，那就成全你。”而李文忠的回应只有悲壮的一句话：“臣死不足惜，愿陛下多念及江山黎民。”听完，朱元璋当即喝令武士将李文忠押下监后，杀意已决。消息很快传到了后宫。当朱元璋余怒未消地回到宫中时，只见马皇后正枯坐一旁，脸上挂着2行清泪。朱元璋问及缘由，马皇后抬起头，声音悲戚地说道：“陛下，您看看咱们这一家子，多已早年亡故，如今只剩下文忠这一个外甥。他是开国勋臣，又是您的骨肉至亲，请饶他一命吧。”这一席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朱元璋心头的无名野火。往昔艰难流浪的岁月，骨肉分离的痛苦涌上心头。这位铁石心肠的帝王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不觉泪下。最终他赦免了李文忠的死罪，但削去官职，将其幽闭在家。这次死谏之后，
李文忠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与舅舅之间那根脆弱的情感纽带已彻底断裂。他被困在府中，周围全是皇帝的耳目，那种如芒在背的监视感无处不在。历史的宿命感往往在于，有些结局是注定的，无论当事人如何小心翼翼地躲避。在这几年的幽禁岁月中，李文忠韬光养晦，试图用沉默和退让来消除舅舅心中的猜忌。然而，对于那个日益走向极权巅峰的帝王来说，哪怕是一把锁在鞘中的利剑，也依然让他感到不安。命运的倒计时终究没有停止。公元1384年春，李文忠突然病倒，病势来得凶猛且蹊跷。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朱元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亲自探视，并派遣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太医华中前往诊治。然而，就在太医进药之后不久，这位年仅46岁的开国名将，大明帝国的柱石，竟然在痛苦中暴卒。关于李文忠的死因，史书极其吝啬地留下了一段令人玩味的空白，只用了寥寥数语归结为病逝。然而，正是这份过度的简略，让野史与民间传说中刺毒的阴影挥之不去。试想，一个在漠北风雪中赤膊厮杀的铁血武将，正值46岁的壮年，为何会仅仅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喝下御赐的汤药后，生命之火便如狂风中的烛火般骤然熄灭？那碗由太医华中颤抖着端上的汤药，究竟是回春的甘露，还是帝王赐予的最后体面？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李文忠死后，朱元璋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将这位当时最负盛名的太医处死，并将其家属全数流放。这种近乎杀人灭口的暴烈举动，仿佛是在极力掩盖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真相，又或者这是那位孤独的皇帝在用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宣泄他内心深处对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与无法面对的内疚。所有的猜疑、阴谋与血腥，最终都随着太医的人头落地，被强行封印在了那间充满药味的密室里。而推开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场必须光芒万丈的盛大落幕。朱元璋亲自撰写了7册的祭文，追封他为祁阳王，配享太庙，位列功臣庙第3。这是一份极尽哀荣的肯定。金色的荣耀试图掩盖黑色的死亡，但在那辉煌的仪仗背后，敏锐的人已然听到了一个时代落幕的沉重回响。李文忠的死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消亡，它标志着大明王朝开国5人集团中最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与政治理想的领袖人物彻底离场。从此之后，大明的武将们彻底沦为了皇权手中听话的刀剑，在无人敢对帝国的走向指挥半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回望，会发现这位祁阳王的一生其实是2种文明、2种意志剧烈碰撞后的余烬。他毕生都在做一件事，试图在武将的粗粝铠甲下注入儒家的灵魂，试图在绝对皇权的冰冷铁壁上凿出一扇透气的窗。但洪武时代的逻辑是极简且暴力的，它容不下这种温情与独立。那个正在急速硬化的帝国，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工具，而不是拥有治国理念的完人。朱元璋废除丞相，就是要拔除一切可能分权的中间层，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勋。李文忠这种既有兵权又有声望，且具备治国理念的人物，天然就是这种体制的异类与威胁。他的存在阻碍了朱元璋通往独裁巅峰的最后一步，因此他的死是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牺牲。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看，李文忠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他的悲剧
不在于能力的不足，而在于他太过于完美，太过于清醒。他看透了战争的残酷，所以即便身为战神也心怀慈悲。他看透了权力的异化，所以即便身处高位也敢于直言。这种清醒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一种诅咒。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提着一盏微弱的灯笼，试图照亮帝国那漆黑的深渊，最终却被深渊吞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余波，李文忠的悲剧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反而在他的后代身上演变成了一场黑色的荒诞剧。李文忠死后，他的儿子李景龙袭爵。这个在温室中长大，只会纸上谈兵的二代，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容貌与爵位，却唯独没有继承父亲的将才与风骨。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将国运托付于他，命其统领50万大军征讨燕王。然而正是这位齐阳王之子，被朱棣打得丢盔弃甲，丧失辱国。当朱棣的大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李景龙更是做出了一个让九泉之下的父亲无法瞑目的决定，他亲手打开了金川门，迎燕王入城。李文忠一生戎马，为了朱标一系的皇位正统流尽了鲜血，甚至不惜以死进谏来维护帝国的元气，而他的儿子却亲手葬送了建文帝的江山，成为了新朝的功臣。这种命运的黑色幽默，仿佛是历史对李文忠那份愚忠最无情的嘲弄，也让虎父犬子的叹息在史书中回荡了600年。在今天南京紫金山的北路，李文忠的墓神道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石马、石羊在风雨波势中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棱角，只有那块巨大的神道碑还在默默诉说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那些冰冷的石像上，我们仿佛还能依稀看到那个12岁的少年在怀幼的荒原上仓皇奔跑，看到那个19岁的将军在池州的战场上白衣染血，看到那个31岁的统帅在漠北的寒风中勒马助力。李文忠的一生是大明王朝出生时最绚烂的一抹血色，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国士无双，也用死亡证明了在绝对权力的绞肉机里，任何试图保持独立与尊严的努力终将化为一声苍凉的叹息。它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伤口，虽已结痂，但每当历史的阴雨天来临，依然隐隐作痛。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